重生回到诸神黄昏开服之前，林天昊凭借前世的记忆开启超神级天赋，每次普攻永久增加1点生命值。我无敌了，你们随意！林天昊情绪激动，他重生归来，满怀改变一切的梦想。然而眼前的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他的希望，即使再多的努力，他也无法拯救自己的妹妹。医生的话让他心头一凉，妹妹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，但是他不能束手无策，他必须拯救她。医生的叹息声似乎是对他的妹妹命运的绝望，但林天昊不甘心，他愤怒地抓住最后一丝希望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年轻的道士突然出现在手术室门口，给了他一线生机。虽然年轻的道士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林天昊愿意抓住任何一丝希望。道士名叫张野，虽然道行不够，但他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内劲。他用手掌轻抚着林天昊妹妹的额头，一道银白色的光辉逐渐渗透进了他的脑海，奇迹般的改善了他的情况。虽然他可能仍然会变成植物人，但至少命悬一线的情况已经过去了。林天昊感激涕零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要报答张野的恩情。张野谦逊地接受了他的感谢，并告诉他自己的目标是在游戏中寻找突破的机缘。林天昊虽然惊讶于张野的预见能力，但也明白他不能轻易暴露自己在游戏中的身份。送别了张野，林天昊回到游戏中，他决定继续完成老村长的任务，尽管这个任务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险。他不想轻易引起老村长的注意，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任务的奖励。他猎杀着从5级到9级的野怪，最终成功击败了10只新手村的 BOSS。老村长对他的表现赞赏有加，奖励了他金币、自由属性点和一件特殊装备无垢之眼。这件装备的效果让林天昊眼前一亮，他能够在黑夜中洞穿幻术，在迷雾中拥有更大的视野范围。这对于一个弓箭手来说是绝对必备的神器，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大灾变中，夜晚的可视度将会大幅度削减。这样的装备无疑将成为他未来冒险的利器。林天昊戴上无垢之眼，世界顿时变得异常清晰。他发现自己可以清晰地看到500米外一只蚊子的纹路，这种感觉简直让他欲罢不能。作为一个弓箭手，对准头的要求极高，而无垢之眼与他的契合度异常高，无疑将成为他的利器，无论是现阶段还是游戏大后期，甚至是大灾变时代。然而，林天昊的喜悦被老村长的话打断了。老村长突然询问他是否击杀了王3和王4，然后又提到了艾尔福斯的死。林天昊心中一凛，老村长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，显然有所怀疑。他故作惶恐地承认了对王3和王4的击杀，但对于艾尔福斯的死则一无所知。老村长告诉他，王3和王4都是王铁匠的弟子，击杀他们可能会招来王铁匠的报复。然而老村长又表示，在新手村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。接着老村长提到了王铁匠和酒馆老酒鬼之间的联系，暗示着王铁匠的野心，需要警惕。老村长给了林天昊一个任务，击杀老酒鬼。林天昊感到有些为难。老村长递给他一瓶曼陀罗药剂，让他将其放入老酒鬼的酒中，以削弱老酒鬼的战斗力。虽然林天昊并不擅长使用毒药，但为了完成任务，他接受了。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老村长又叫住了他，询问关于艾尔福斯之死的情况。林天昊知道老村长对他有所怀疑，但并不在意。他向影莎发去消息，打算与他商议对策。林天昊与影莎商议后，他们意识到老村长的阴谋。老村长让林天昊下毒，让影莎去营救，意在制造王铁匠和老酒鬼之间的矛盾，从而拉拢人心。林天昊决定成全老村长，不杀死老酒鬼。影莎敏锐地感觉到了某种异样，但她毫不在意。她的唯一目标就是完成任务，然后离开这个新手村。至于林天昊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，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林天昊向影莎发出了组队邀请，表示要带他升到10级，然后去找老酒鬼。影莎并不反对，因为他也需要提升等级才能离开新手村。有了林天昊的帮助，影莎升级速度明显加快，不到半个小时就达到了10级。他们开始往矿洞方向走去，寻找老酒鬼。尽管四处搜索了一番，却始终找不到老酒鬼的踪迹。这时林天昊突然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他们，让他感到极不舒服。林天昊大声喊道：“出来吧，你已经跟踪我们很久了。”随即一个手持酒葫芦的糟老头子笑着走了出来，原来就是老酒鬼。老酒鬼对林天昊的实力表示赞叹，然后提出了一个任务：喝一杯酒，然后立刻离开新手村，奖励是50个自由属性点。影莎立刻接受了任务，喝完酒后离开了新手村。林天昊却犹豫了一下，因为他手中还有2个任务卷轴，接受了老酒鬼的任务后就无法得到诸神的赐福了。最终林天昊向老酒鬼发起了攻击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林天昊并不追求伤害，而是试图尽量避免老酒鬼的攻击。然而老酒鬼的战斗经验远超林天昊的想象，
他不仅喷洒酒水和丢火折子，还发动了一系列攻击。林天浩全力以赴，但还是被老酒鬼的火焰攻击重创，血量急剧减少。他试图拉开距离，但老酒鬼的攻击始终紧追不舍。林天浩决定改变策略，他开始集中提升移速属性，以提高自己的机动性。这一举动使他能够更灵活地躲避老酒鬼的攻击，同时保持自己的输出。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，火焰与剑雨交织在一起。虽然林天浩处于劣势，但他仍然毫不退缩，瞬间切换主武器，完整的黑铁树人套装出现在身上。老酒鬼并没有因为林天浩切换武器而停手，反而迅速跳到了与林天浩同等高度的位置，然后展开了一系列迅猛的攻击。他的拳头如闪电般击打在林天浩身上，每一击都带着巨大的威力，让林天浩感到剧痛。林天浩被老酒鬼抓住领口，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地面都被他们的冲击力破裂。林天浩受到了重创，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击的机会。他翻滚避开了老酒鬼的攻击，并立即切换武器，射出一箭。虽然老酒鬼的战斗技巧高超，但林天浩的剑术同样精湛。林天浩的羽箭不断射出，每一根都瞄准老酒鬼的要害部位。老酒鬼用手中的酒壶挡开了林天浩的羽箭，但林天浩并不畏惧，双剑齐射的攻击使得老酒鬼难以回避。然而，老酒鬼并没有被林天浩的攻击击倒，反而趁机灌下一口烈酒，酒气导致林天浩受到了反应力和攻速下降的影响。尽管如此，林天浩仍然不放弃反击，而老酒鬼则抛出酒葫芦，释放出一条青花大蛇。青花大蛇展现出强大的攻击能力，林天浩不得不全力应对。尽管他的攻击越来越猛烈，但青花大蛇的攻击也同样凶猛，尤其是其范围性的毒物攻击让林天浩备受困扰。林天浩眼见形势不妙，立即采取了连珠剑法配合双剑齐发的战斗策略。他不断释放剑雨，不给老酒鬼和青花大蛇喘息的机会。尽管情势紧张，但林天浩依然保持着冷静，用他精湛的剑术压制着对手。林天浩利用无垢之眼完全掌握了战场局势，他在攻击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，以避免被对手的突袭击倒。尽管老酒鬼试图用一些技能来干扰他，但都被林天浩及时打断。老酒鬼意识到林天浩的意图，试图利用青花大蛇来打断他的攻击节奏。然而，林天浩精准的剑术和灵活的战术让老酒鬼的计划落空。林天浩不断释放羽箭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老酒鬼和青花大蛇的弱点上，使得他们无法有效的反击。老酒鬼祭出一枚符箓来提升防御力，但林天浩的攻击依然造成了惊人的伤害，让老酒鬼感到震惊和绝望。面对林天浩的全面压制，老酒鬼和青花大蛇的血量迅速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。然而，就在老酒鬼准备临死反扑之际，林天浩提出了一个意外的交易提议。他愿意放过老酒鬼，但需要给他50个自由属性点作为交换。老酒鬼对这个提议表示怀疑，但最终还是接受了。于是，林天浩放走老酒鬼，并获得了50个自由属性点。林天浩决定留着这些属性点，以备后续的战斗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，但仍需要不断提升，以迎接未来的挑战。因此，他决定在王铁匠打造黄金极长弓之前，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生命值和技能。随着玩家陆续离开，新手村逐渐变得冷清。林天浩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提升自己，并等待着新的挑战的到来。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技能和装备，为自己的冒险之旅做好准备。同时，其他玩家也开始在新手村中组队，准备挑战扭曲丛林腹部。林天浩也收到了一份组队邀请，林天浩笑了笑，拒绝了周围玩家的组队邀请，径直走进了地狱级难度的腹部。5个小时的挑战后，林天浩的生命值从7万提升到了10万以上，同时枯木逢春和复苏技能也得到了强化，他的实力更加强大了，让普通玩家望尘莫及。回到新手村后，林天浩决定吃饭休息一下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妹妹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准备购买营养舱来提升她的生命状态。在与周小胖交流后，林天浩再次进入游戏。他前往铁匠铺，准备领取自己的黄金级长弓。王铁匠已经打造好了长弓，并将其交给了林天浩。酒和长弓拥有强大的属性，完美的适合了林天浩的需求。他接受了王铁匠的任务，准备前往南边的悬崖与老酒鬼会合，然后执行任务击杀老村长的守卫。然而，当他到达悬崖时，却发现不是老酒鬼，而是老村长在那里等待着他。林天浩感到意外，老村长解释到他是来监视封印怪物的情况的。老村长透露有人企图破坏封印，而林天浩被委以重任，前往阻止老酒鬼寻找冰焰魔矿。林天浩接受了这个任务，并向矿洞方向走去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他开始怀疑王铁匠是否完全信任他，让他来这里就是调虎离山，给老酒鬼制造机会去寻找冰焰魔矿。
林天浩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尽快解决眼前的麻烦。老村长的怀疑，王铁匠的可能背叛，以及与老酒鬼的合作，这一切让他感到压力山大。他只能希望自己的猜测是错的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当老酒鬼突然出现时，林天浩松了口气。老酒鬼告诉他，冰焰魔矿的其中一块不见了，而另外2块应该就在附近。林天浩心中一动，冰焰魔矿可是能换取铂金级项链的宝物，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。他们开始在周围搜索，林天浩感觉到可能存在一个隐藏副本，而要启动它，可能需要从石甲虫王身上找到线索。于是他开始狂热地刷石甲虫，每一件都带着巨大的暴击伤害。当石甲虫王出现时，林天浩毫不犹豫地开始攻击。不久，石甲虫王被他击败，虽然没有获得经验值，但得到了装备和其他物品。其中，他拿到的石甲虫王眼珠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想到矿洞深处可能有隐藏的副本。在石壁前，他发现了一个凹槽，与石甲虫王眼珠相符。几经努力，他成功启动了隐藏副本——遗失的公主。在进入副本之前，林天浩选择了最高难度的地狱级。副本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僵尸，包括一些精英和黑铁级的 BOSS。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林天浩凭借着高超的战斗技巧和强大的装备，成功通过了每一个关卡。最终，他面对着4只黑铁级的紫毛僵尸，遭受到了湿气影响，身体开始僵化，移速和攻速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林天浩的心头一紧，感觉到4只僵尸的横冲直撞已经近在眼前。由于移速下降，他已经无法躲避，只能硬抗着来自4面的攻击。伤害数字在他头顶闪烁，每一击都让他感到痛楚。等技能结束后，林天浩迅速反击，每一剑都带着暴击伤害，同时5%的吸血使他能够在战斗中持续恢复生命值。他的高输出和强大的回血能力让他勉强稳住了局面。然而，紫毛僵尸的撕咬让林天浩感到棘手。尽管他努力躲避并用羽箭拉扯打断他们的攻击，但双重中毒的效果让他的血量急剧下降。艰难地击败了第1只紫毛僵尸后，林天浩松了口气。但要想获得胜利，他必须尽快解决剩下的对手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他终于消灭了所有紫毛僵尸，但这场战斗让他感到疲惫不堪。没有解毒技能和解除负面 buff 技能的缺失是一大硬伤，在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时，他的压力只会增加。生命值恢复到满值后，林天浩决定挑战副本的最后一个关卡。在他眼前的2个水晶棺材里，一个躺着干尸，另一个却是空的。他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突然感觉到了背后的危险。他迅速转身，一剑破空，将一只面容狰狞的僵尸震飞。但紧接着，他发现自己受到了火焰灼烧的影响，持续掉血。面对冰焰狮王的强大攻击和多重负面效果，林天浩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但他利用预判走位和高超的技巧，与冰焰狮王展开了激烈的对决。尽管冰焰狮王具备着灵活的身法和强大的攻击能力，但林天浩依靠着出色的操作和极致的专注，最终成功地将其击败。在通告音声响起的同时，林天浩的目光聚焦在了任务奖励的弹窗上。技能书、装备、金币、自由属性点，这些奖励在他眼中闪耀着诱人的光芒。然而，最让他心动的还是那块冰火魔矿。他知道这是老酒馆那边急需的材料之一。就在他审视奖励的时候，突然间副本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一道冰属性的力量开始在冰焰狮王身体中涌动，最终凝聚在一具干尸身上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林天浩警觉起来，或许这隐藏副本还有更多未知的秘密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水晶棺破裂开来，一位貌美的女子出现在他面前。她自称为蕾欧娜公主，带着一丝淡定的笑容，询问是否是林天浩救了她。林天浩点了点头，暗自猜测这位公主可能有重要的任务或奖励与之相关。蕾欧娜公主提出了2样奖励，林天浩眼睛一亮。第一样是成为星辰王国的子爵，并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，这让他心动不已。贵族身份和领地的加持在游戏中将带来无尽的优势。第2样奖励却是一枚淡蓝色的玉佩。据公主介绍，这是来自神陨时代的装备，能够让佩戴者免疫80%的控制效果。这个属性让林天浩心动不已，因为在游戏中控制效果常常是致命的弱点。在犹豫了一番后，林天浩最终选择了玉佩。尽管贵族身份和领地诱人，但免疫控制效果对于他的战斗能力提升更为重要。蕾欧娜公主有些讶异他的选择，但还是将玉佩交给了他。林天浩紧握着这枚宝物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，心中满是喜悦。随后，他检查了其他奖励，发现除了自由属性点和冰焰魔矿外，没有其他有用的装备或技能。离开副本后，林天浩再次进入，却发现地狱级难度已经消失。他推测，可能是因为救了蕾欧娜公主的原因，副本难度发生了变化。
林天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挑战噩梦级难度的副本，不到20分钟，他就成功通关了。然而却并没有找到冰焰魔矿，这让他心中生出了疑惑。或许他之前的判断错了，或许这里只有一块冰焰魔矿。不过，林天浩怀着一丝期待，再次进入副本。连续5次刷副本，林天浩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冰焰魔矿的希望。在第5次通关时，他终于在奖励中看到了冰焰魔矿的身影，这让他欣喜若狂。林天浩意识到，他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冰焰魔矿就在这里，只是由于暴力的原因，他在之前的尝试中没有得到。带着冰焰魔矿，林天浩前往悬崖处，找到了老村长。老村长见到冰焰魔矿后，表情大变，表示林天浩的到来太及时了。林天浩对老村长的询问，得知了冰焰魔矿的重要性，但也意识到了自己手中的珍贵之物，于是他开始与老村长讨价还价。最终，林天浩以2枚黄金级戒指为代价，换给了老村长一块冰焰魔矿。虽然属性相同，但这2枚戒指对于他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帮助。林天浩迈不回新手村铁匠铺，王铁匠对他的态度明显有些冷淡，明显知道林天浩给了老村长矿石的事情。